这个300斤的胖子太狂了，第一次站上世界赛场，就指着远处的球童让他站远一点。裁判觉得这家伙吹牛都吹上天了，世界纪录都没到那里。胖子不管了，反正警告过你们了。胖子高兴的上蹿下跳，裁判却举起了旗子，投掷无效，原因是砸到了人。胖子还想着解释，但裁判根本就不听他，气得胖子都开始语无伦次了。随后比赛继续，很快下一轮又该胖子上场了。投掷前他还调戏了一下举旗的裁判，给我看好了。这个从没参加过运动会的胖子，居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，而且铅球还是现选的。胖子为了赢得举重冠军，上场前拿起队友30年的老鞋，一顿狂吸。心满意足后，无比自信地走上台，直接挑战最高难度350公斤挺举。可当他举到胸前，才发现这玩意儿太难了。他示意队友自己快坚持不住。就在这时，一阵不和谐的声音发出来。眼看自己的小花猫都要露出来了，拉希内心的羞耻心激发着他，拧巴着站了起来。不管了，放开一搏！拉希成功了，他成功举起了350公斤，全场都沸腾了。但台上的拉希却突然定住了，因为缺氧，拉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得到冠军的拉希越来越飘，领奖的时候都不忘调戏一下颁奖人员。接下来他要参加的是跳远比赛。胖子叫拉希，原本是一名大巴车司机。几天前，他开车带着国家队的运动员准备参加奥运会。在路上，大家准备吃午饭，他嫌大厨做菜不够好吃，于是在汤里加了一大堆的黑暗料理。上车后，男队员就开始各种肚子疼，之后全部住进了医院。医生告诉教练，他们是食物中毒，没有1个月是恢复不了了。教练差点没气晕过去。他认为拉希一定是别的国家的间谍，他要报警把他抓起来。拉希顿感不妙，上去就开始放大招。等教练醒来，众人已经把他绑了起来。可眼下需要运动员去参赛怎么办？拉希灵机一动，打电话摇来了一大帮卡友。卡友们一听是为国争光，个个都像打了鸡血。就这样，奥运会上多了一支奇葩怪胎组成的团队。在开幕仪式上，为了更有气势，他们脖子上挂着录音机，自带 BGM， 还走出了6亲不认的步伐。话说这300多斤的胖子，还真就是个运动天才。从没扔过铅球的他，在现场看了一遍就打破了世界纪录，就连偶尔摸摸的乒乓球，也以很轻松的姿态打赢了国乒，拿下了冠军。随后又带着他的奇葩组合，击败了强大的梦之队，夺得了男子篮球的冠军，连男子排球也照样能狂虐对手。来到射击比赛，他先是挖了挖鼻孔，再掏了掏耳朵，然后来个杂技表演，最后随手一射，轻松10环，对手直接傻了眼。晚上，拉希脖子上挂着大把的奖牌回来，教练却不相信他，说他这是假的，气得拉希又把教练的嘴给粘上。接下来他要参加的是跳远比赛，他急速冲刺，随后一跃而起。起跳无效，裁判说他踩线了，怎么可能踩线？拉希不服。当裁判观看回看时，看到拉希那灵活收回的脚趾，确定了他没有踩线，随后宣布成绩有效。一量距离，这个300斤的巨人居然跳出了7.3米，他又成功拿到了1枚银牌。晚上，拉希出来准备庆祝一下，刚好赶上球员俱乐部的大胃王比赛。论吃，他还没服过谁。比赛一开始，拉希就开始风卷残云，不出一会儿，盘子都被他舔光了。可是他大意了，吃完热狗，接下来是要比旋转木马的。这下他真的傻眼了。时间来到第2天的赛场，拉希是越来越放肆，各种瞎指挥，为了赢，各种垃圾话干扰对手，甚至对裁判都各种挑衅，助手拦都拦不住。但是下一项是拳击，而他的对手是战斗民族的拳王。拳王的出场把拉希吓得瑟瑟发抖，他这回老实了，因为他压根就不会什么拳击。本来他是有一个计划的，比赛前夕，他在糖里注射了兴奋剂，又哄骗拳王吃下，只要拳王打败对手，他再进行举报，便可不战而胜。但天公不作美，拳王的对手居然拉肚子了，拉希直接晋级和拳王比赛。场上的拉希像娇羞的小姑娘，跑来跑去，打算声东击西，还想搞个偷袭。可不想拳王的脑袋比石头还要硬，拉希无奈只好喊队友抛白毛巾投降，可拳王却不管那些。比赛一完，拉希就举报了拳王，结果一检测还真是阳性，拳王的金牌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拉希。但当拳王意识到是拉希骗了他，没有因此罢休。当拉希在桑拿房里时，他在外面偷偷关上门，直接把温度调到了-30度。队友为了给他解冻，把他包上锡纸，放在烧烤架上来回烤。队友的手法和火候也是拿捏的相当到位，放点孜然肯定会有香味。这一招也果然管用，拉希整个人的神情面貌都恢复了。在队友锣鼓队的欢送下，拉希蹦蹦跳跳跑上了摔跤的赛场，气场那是一点不落下风。一开场他就凭借力量优势把对方摁进怀里，并死死抠住了对方的命脉。要不是裁判及时阻止，拉希估计非把对方抠出个3长2短。裁判警告他不能玩阴的，拉希不服，说他平时干架就这么来，但规矩就是规矩，拉希也只好老实遵守。接下来来到第2局，一不小心2组人员互换了，兴奋的拉希还以为自己赢了，结果白高兴了。你说你不在你那边，你过来干哈？第3局开始，他直接就给对方个下马威，随后抓住对手的脚就转了300多圈。
不知不觉，时间来到最后一个项目，4×200米接力，拉希担任最后一棒。为了杀对手的锐气，他在那张牙舞爪的给队友加油鼓劲。很快，队友以略微的优势跑了过来，可到了他俩配合时，画风却变了。落到最后的拉希开始了全力冲刺，速度都快赶上博尔特了。不仅成功的追上前面的对手，还不忘回头嘲讽一番。此刻的拉希就像一块脱缰的肥肉，在赛道上上下翻腾。最后1秒，拉希以脸大的优势第一个冲线，他们又成功的拿到了一个冠军。谁说普通人不可以成功？谁说你我就只能甘于平庸？只要够努力，拉希了也能照样逆袭。